网络哦，全世界真的都在竞争，而且进步很快了哈。像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落伍了哦，像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高德地图。昨天看，要进高德，我看我说高德是什么啊？他们就说唐先生你不知道啊，我告诉你的。哦，那速发部是说这有治安疑虑，所以公部门不可以用高德地图，就跟以前公部不可以用小红书，小红书要给你撤掉，所以在脸书上都可以看到小红书，要撤，结果反而更红了哦。民进党应该自己想想，以前国民党禁，哦，党禁报禁，党禁有禁掉吗？他说我党外也是党外党啊，党外你禁掉了吗？没有嘛。那时候要报禁，不能够乱印刷。党外杂志每到礼拜三、礼拜四发行，哦，那个书报摊前面，我每集都去买，对不对？大家想看啊，你到底禁什么？禁从来没有禁能够禁成过了，只是让它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哦。你现在禁好吧？你禁毒品，你禁掉了吗？你禁掉了吗？只是让那个黑道赚更多钱而已了哈，好不好？那现在高德地图被我们政府列为危害国安产品，陆委会说，等到报告出炉以后，政府要立刻做出决定，禁用越早越好，赶快把它禁掉，禁掉就没事了，眼不见为净哦。然后呢，顾立雄通令全军禁用，交通部说，他是因为他说他厉害是会告诉你前面红绿灯还有多久，说是不是我们的把资料给他？交通部说我们系统是完全隔离，我们没有外流啊，他是用大数据，你知道吗？他用大数据来计算哦，所以我一直讲说，今天要选议员的，你们要选议员的，要选这个市长的，赶快啊，红绿灯都要用大数据来计算啊，不是只是电脑连线啊。现在我们经常看到150秒红灯，在那边等，没有车了，还要等，浪费能源，这制造污染。大数据如果一传，立刻电脑控制，既然没车就过绿灯就过，不节省很多的这个问题吗？对不对？台湾这点我真的想了就有气。美国很多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叫 four-way stop， 谁先到谁先走，这个同时到右边先走，就不需要红绿灯了嘛。那台湾因为不守这规矩，管你先到后到，我都是冲，能不能撞车了？所以每个地方都要装红绿灯。我当议员的时候，你这边要装红绿灯，那边要装了一大堆红绿灯，然后阻碍交通，不需要红灯也有红灯，因为搞越长。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数据赶快用出来，人家会用，你不会用。他一个公司都可以用，我们政府不会用，好吧？你能花多少钱？我告诉你，我如果选市长，我第一个政见就是我最重要的、最多的经费都放在解决路口的问题。你看看节省多少钱，节省多少时间，好吧？公部门、国军全面禁用高德地图。速发部5月公布治安评估，在野党提醒不要忘了小红书风波。赖世宝说小红书你都要禁，你到现在禁了吗？哦，然后呢？这个他现在说主要是红绿灯会倒数了，那速发部说只有流量大的路口秒数比较精准，对吗？因为它是大数据嘛。那你将来越来越多人用的时候，它就越来越精准了，就这么简单了哦。那另外呢，好吧，原来昨天之前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个高德什么鬼哈，现在一喊到禁用iOS 的 Android 下载冲冠军。第一名都是他，一定是这样嘛？原来不知道，被你这么一骂一弄以后都知道了嘛？都想说，我来看看到底好在哪里。我们现在用 Google 嘛，可能将来很多人就改用高德或是并用啊，看看谁效率比较高啊。哦，而且呢，昨天说高德有志玲姐姐的声音，现在还有张凌赫的语音包，都是大家很红的哦。所以呢，粉丝就笑说女用户会暴增呢。哦，另外呢。3关跟着5关走哦，因为女生很迷这个张凌赫，对不对啊？好吧，那就说为什么民众这么爱用？为什么有引起这么多的国安疑虑啊？那另外呢，这个说看到新技术你不去学，第一时间想禁，所以台湾是先进国家吗？人家是进步的进，我们是禁用的禁。我们看一下。如果认为说对台湾的这个国安问题呢产生重大的影响的话，当然我们会加以禁绝。内政部长说重话，网络高度讨论中共导航地图应用程式高德地图到底安不安全？为什么会禁止军人下载高德地图吗？了解，速发部已经禁止，我们国防部会依循这个立场。包括军人是跟什么程度？
我想我们会通令这个我们国军全体来遵循。翻开高德地图，有个有趣发现，就是国内的军事基地全部都被去识别化。对比 Google 地图，以国防部本部和隔壁空军和海军司令部为例 ，Google 清楚标注空拍图解析度很高，高德地图完全没写，只有标注营区的超商和历史馆。台南基地也一样 ，Google 直接写明白，高德办只标注台南机场。不过倒是有个例外，高德办有定位火直通电军指挥部。不要说高德地图了，这个中共的卫星每天都在经过，所以说。固定的阵地的位置，已经对中国来讲，一旦有战事发生的时候，都不会是一个我们认为可以安全的所在。所以，国军早就在战术的运用上面，会找寻领地。书发部则表示，高德地图的图资资料是跟荷兰科技公司合作取得，并不是高德地图本身所收集到的台湾资料。我们会请治安院这边做一些相关的检测。那我们预计在检测完毕之后，在5月中旬我们会召开记者会，所以我们还是特别的呼吁民众，不要在台湾地区使用高德地图。只要是普遍存在资安风险的软体，都在公务机关的禁用之列。涉及国安、资安疑虑，只怕万一。这样有没有用？我目前还没有，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东西，我决定去下载。很好奇的，毕竟它现在已经是这个下载第1名了。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会如此的矛盾，跟政府的说明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服民众的，所以就会导致这个政府觉得越红越要禁，但是大家觉得越禁就越红，这样子的反面的现象。那我认为国安绝对不能够无限上纲，绝对不能够用感觉去衡量。但我们过去看到很多用感觉跟着感觉走的这样子的政策的这个不管是论述也好，或者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小红书那个时候也是说，哎呀，这个可能有高度的这个资安的风险啊，所以呢，不只是这个公部门不能够用这个大陆或中国来的这个 app 跟一些资安的系统，甚至就连一般的民众也要求说，你不要去这个被中共给入岛、入户、入脑。所以我觉得说，你能不能够全面的禁止跟防堵，跟你的说服跟你的论述之间其实是有很高度的连结的。但重点在于，如果说我们的政府部门真的觉得它有资安的风险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具体的说明？为什么包含刚刚看到刘世芳或者是梁文杰也好，他们认为有资安的疑虑，但是在交通的部门，他们又说了是另外一套论述，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系统都已经隔离了，所以没有所谓的资安的问题。那到底这个政府部门谁说了算？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现在沦为一个感觉治国，可是现在在这样子的资安环境当中，你可以任何事情都用封锁的方式吗？会不会我们其实换个角度想，不要用这么保守跟这个负面的一些情绪去解读？然后呢，用一个比较先进的角度，毕竟我们也是一个资安大国，我们反过头来想，我们最近一直看到，不管是这个动画片也好，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数位的成就也好，中国大陆其实确实都已经走得蛮前面。当然，台湾也有台湾的优势，可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在国际上头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表现？不管是你的 app， 或者是你的这个数位的文化的影像，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过去一样取得先机？还有另外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我们现在非常仔细的在看我们的政府公部门的预算。现在像是数发部大家记得吗？数发部成立了这么多年来，到底它最被大家人人能够称道的一个成就是什么？恐怕是点面现机。然后呢，还有他们用了非常高额的预算去租了所谓的帝王帝后来当做他们的办公地点，可是你看不到它的成就是什么。结果我们再一次去看了他们的预算，这一次呢，今年度115年度发现里面的一个数产署，它的委办费比去年度增加了130%左右的预算，而这个预算用在什么呢？包含像是什么？高龄科技产业、乐龄数位的推进，或者是城乡建模、数位双生的这些计划，而这些计划在过去的时候就已经被立法院给删除了，因为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计划。我们找了数产署来说明说，你们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执行的成果，最后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全部都说不出来。所以政府的部门不能够滥用在这一些所谓的实验、沙盒，然后没有执行绩效的所谓的创新之下，而没有任何的成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须台湾人必须要非常严正的看待，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一直有这些新的东西，然后一直吸引台湾的人下载，而你屡屡要用非常保守落后的方式去面对这些新的科技？来，这个博弈，我必须要讲我之前真的没有听过这什么这个所谓的高德地图。那我想说，我是年纪比较大，我请问我办公室同仁大概是20岁到30岁左右，也几乎没有人。不是几乎没有一个听过，因为这个我去查一下，其实高德地图比较多是大陆人士使用，或者是我们往返两岸的台商使用，台湾地其实使用的机会比较低啊。但现在我的同事他们已经去下载来看看了，他们觉得
画面好像很不错，想试看到底有没有如传闻中讲的哇这么精准，所以他们就在反讽嘛，他们说赖政府其实才是中国大陆 APP 的行销大师啊，因为在他宣传完之后，不止小红书，连高德地图 APP 都冲下了这个所谓的下载榜的第1名啊。但我也必须要讲，你不想要去让这个高德地图做使用，我能够理解，但是你拿出来的理由必须要是很合理，而且能够说服民众的。行政院怎么样呼吁国人不要下载高德地图啊？他的理由是说，小心个资会被陆方给利用，所以要大家不要去下载这所谓高德地图 APP。第一个，我先讲王义川委员他自己都讲哦，高德地图在实测后没有资安的疑虑，这是他自己讲的话。那就更不要说了，所有需要注册的软体，有哪个是不需要登记个资的？所有必须要注册的账号、使用软体服务的程式，只要涉及到个资的，通通都会被拿来做利用。我随便举个例，大家很多常外送平台，大家随便查一下，要不要登记个资？网购平台要不要登记个资？影音社群平台要不要登记个资？最普通的一点，政府 APP 啊，随便举个例，台北市的 U-Bike、台电、高铁、台铁买票所有系统里面登记的个资项目非常的多啊，姓名、电话、地址、信用卡，有些还要身份证字号。所以如果现在赖政府是以个资可能会被大陆利用来叫大家不要去下载高德地图的话，那我跟大家报告，那我几乎就没有什么 APP 可以下载啦，因为我只要需要用到服务的东西，都会可能用到我的个资。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对于一个新的东西，对于一个可能是迈向高科技更进一步的一些技术，赖政府不需要拿有色的眼光或者用意识形态的想法来判断它好或者坏。包括人说对岸，包括世界各国，很多国都在用第三方支付，但是之前台湾落后了非常多，一直到了现在，甚至是连这种所谓很先进的，连秒数都可以算得很清楚的大数据的技术，赖政府只是因为对岸在使用，所以就开始呼吁，不只是我们的国军，不只是我们公务部门，甚至还希望所有的民众都不要使用。这种走回头路的做法，我真的觉得不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该要做的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军购预算啊，那美国高层说警告韩国瑜，说要在川习会前通过，否则台湾会付惨痛的代价啊。那另外呢，关键的是项目跟金额，朝野现在瞧不定。韩国瑜宣布下礼拜一再协商，因为昨天协商了，大概没有什么结论，再协商啊。那另外呢，顾立雄说呢，朝野都应该支持国防预算，要建构整体的战力。行政院说，虽然蓝白有说可能会加码到8000亿，但是国防不能打折，我的1兆2500亿不能打折，打折成8000亿哦。然后呢，说AIT 昨天邀请了好几个国民党委员，针对商购以及伪制细节交换意见。那徐小新倒有趣，徐小新说他们没有讨论到军购，哦，也没有讨论到数字，哦，但是呢，就是他们关心军工产业未来的发展，以及跟美国产业链的合作，有很多的问题提到互动的空间，啊，这是美国 AIT 安排的啊。那昨天预算协商没有这个结论嘛？傅昆萁说，不容许再有卖茶叶跟卖马桶来卖军火，就是说呢，在台湾内部的这个就是商购呢，不可以有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然后到最后他们在野党现在怕是说，哦，这3-4千亿的台湾的采购跟美国那个1兆2500亿绑在一起，然后趁机就给他过了，开一张空白支票，然后到时候阿狗阿猫都来买，就像这口罩啦、什么疫苗啦，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国库通了私库又通民进党党库，或是捐给民进党的候选人等等。国民党现在跟民进党怕这个了哈。郑丽文昨天证实跟古立言见面，有谈军购。郑丽文说发价书到就马上就处理，绝不延宕。我们看一下。和美国重量级智库 CSIS 访团握手合照，立法院长韩国瑜带领朝野国防立委一块会面，里头成员不乏美国前任国防部的高层官员，但却遭与会的王定宇爆料，其中一位美方高层警告韩国瑜，若没在川习会前通过军购预算，将付出惨痛代价。我们有这件事情吗？谢谢大家。他个人有一个建议，这个通过的时间点应该要在川普总统访问中国之前，让川习会的时候呢，有关台湾安全的议题呢，能够让川普更有底气。但眼下军购案似乎有些迫在眉睫，面对黄国昌爆出蓝白最终对军购金额会一致，到底会不会提出8000亿版本？国民党团内似乎还是欠缺共识。
版本非常的多，大家都在讨论，但是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美国完整的发价书过来，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同意签约，所以绝对不会有时间差的问题。另外传出蓝白可能愿意让预算先编8000亿元，顾立雄很激动。我们的立场一定还是坚持1兆2500。如果你们的立场是认为你要删掉，那你要删掉什么项目？你必须要有一个讲法嘛，不是在喊一个价格，我们是有整体的规划的。那特别条例的部分，我们整个能力建构是完整的。国民党跟你讲了，大家心情都沉重起来，深呼吸，保持微笑，好。如今军购27号朝野将再协商，蓝营又私下挡军购标签，也正在找寻更多和美方的善意连结。那讲牛浩，顾立雄刚刚讲说你们要告诉我删什么项目？问题是他有告诉你1兆2500所有的项目吗？美国发价都没来，他怎么列所有的项目呢？基本上有发价书才会有正式的金额跟数字嘛。就是111亿。那现在有正式发价书的金额跟数字，大概就是前面大家知道大概3000。大家就讲3500嘛，因为110亿大家就换算汇率从宽算，可是真正发价出的金额你逐项去核实的时候，大概只有3200亿嘛。那现在另外一包可能是140亿美金的这个发价书，当然我们有接到这个美国参议院的信函嘛，说可能在接下来几个礼拜会有一定的一些消息，那大家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本来就值得来做讨论。那现在重点是这个条例现在在协商的阶段，那就我对立法院的认识，协商的阶段不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政治处理这个事嘛？大家这个朝野党团表达完立场之后，各退一步，寻求解决方案。所以现在要解决军购这个问题，方法比立场重要嘛？因为你的立场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媒体上面还不清楚吗？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可是怎么样达成共识才是协商的精神嘛？那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昨天都是全程参与协商，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有些人不参与协商，在场外放话。那他到底有没有助于军购条例的通过？再来他讲这个想说什么？有人来警告韩院长，我觉得都是天才家伙了。为什么他讲说警告什么严正代价？是谁讲的？就王定宇讲的嘛。我陪韩院长接待过很多外宾的，外交的场合是不会有人去，从来不会有施压的问题嘛。大家可以表达彼此的看法，大家可以互相询问、交换意见，但他不会是施压啦，也不会讲什么很难听的话，这样是失礼的事情呢。你王定宇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是你想要让协商破局，你面子挂不住，你去影响大局，这对军购真的有帮助吗？好，我现在讲一下现在的状况。这个昨天也做了一定的协商，比较简单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达成共识了，所以其实昨天的氛围是不错的。那韩院长说，我们礼拜一接着进行深水区，包含项目跟金额，看看有没有机会达成共识嘛。那国民党这边立场非常清楚，为什么是3800加 N？ 因为3800是一个发价书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加上一定的弹性调整空间。所谓的 N 就是如果第二波140亿的发价有办法赶快的来公布的话，大家当然要予以处理啊，因为我们的对外立场是我们支持军购嘛，但是商购跟伪制，你不是你民进党故意把它编在一起，然后运用美方的时间压力，要勒索大家要快速通关，这是司马昭之心嘛。那我们站在党，我们当然不接受这个事嘛，所以切就是切军购。那现在有什么3000多的、8000多的，因应协商的变化，本来就准备很多版本嘛。那大家随时因应状况，合理的去做调整，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都会有非常清楚而且明白的说法。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来，吴征，这确实，现在接下来可能一个关键的地方是所谓的项目跟金额了。那我觉得民进党，为什么包含我们的政府、我们国防部、我们党团，其实一直希望是整个1.25兆去处理。其实因为这个是包含我们过去一直在讲韧性，在讲国安，其实这是整体一环考量嘛。我们看美国，就像美国是川普总统，他一直想要在美国本土去建立所谓的晶片的制造产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台湾毕竟很远嘛，离中国很近嘛，哪一天发生了万一，那我美国不断吹了吗？这是他们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国防其实我们应该用同样的角度思考，因为其实像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独家报道了，他也报道说，他访问了一些美国国防部不具名的官员，私下透露说，其实美国在这一次的美伊这个战事中，这个一些飞弹啦，包含爱国者3的拦截飞弹啦、萨德系统啦，然后这个海马斯的精准打击飞弹啦，消耗很大。库存大概都打掉40%、60%，那甚至美国依照他们的军工产业现有的产能，他们自己国内要把这个库存完全补回来，可能就要2到3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去主张说台湾要有包含无人机的自制啊，包含我们天宫4、我们的天舰，我们要有自制能力。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排名好，可是我们也要有自己能力做嘛。如果今天美国没有办法顺利及时供应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起这个国防的产线。所以刚刚其实赵大哥提到，我看是在昨天在协商
的同时，其实 AIT 好像有约一些国民党的委员，找了这些洛马、雷神、诺格拉，还有这些无人机厂商，让大家直接面对面的说明。那我是大概也听到一些人这个在讲到这个事情啊，那好像是。就是当然，现场说很多国民党委员其实对这个事也抱一些比较开放的态度，但是后来好像大家这些委员也有接到来自国民党党团的这个一些电话，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锁定在3800亿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那我就觉得，其实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军购现在真的不是党派之分了。我觉得或许国民党内部还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立场，可是其实为了台湾好哈，我们当然希望是要军购，同时也要国防自主的部分，希望在下礼拜可以有所突破。那志涵，民众党的立场怎么样？是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对美军购的部分没有问题，发价书已经发了就编进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版本很早就提出来。那至于有没有第2批的发价书，现在国防部说有，而且呢把这些金额列举出来，所以如果第2批确定有的话，当然可以编啊。国民党立场也很清楚，所以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场其实在这个部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跟民进党的部分不一致在哪里？我昨天可以看到，顾立雄部长他非常激动，他还在说1.25兆绝对没有退让的空间。什么叫做没有退让的空间？现在不是在朝野协商吗？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不管你是这个商购或者是委办，应该回归到公务预算？举2个例子来说好了，比方说呢，像这个软硬沙混合反制无人机系列，又或者是媒体现在已经报道的I3未来可能都会在第2批的发价书当中，这些东西公务预算就已经编了，为什么不能够回归到公务预算？又或者是刚刚吴峥发言人说的，希望能够在台湾有自主的产线。弹药也好，我们认为国防应该要自主，没有问题。可是过去在这个中基院、中科院，它本来就已经研发出来的，本来就有固定的产线在生产的，你本来就应该回归到公务预算，为什么要夹带在特别预算当中？这个东西我们也认为是匪夷所思。第2个，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或者美国不是说这个非常非常急吗？那为什么呢？你们这个条例时间又压在民国的122年，不是说非常千赶万赶吗？那为什么现在条例不赶快把军购的部分赶快让它通过？还要再夹带一些东西来。那刚刚这个吴峥又提到说，昨天呢，在 AIT 其实就在距离立法院非常非常近的地方，就在对面，就举办了一个这个 AIT 主揪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军火商也好，或者所谓的供应链 supply chain 的这些厂商来也好，来说明。那这个时候故意在这个立法院在审议的过程当中办在这边，这不是施压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在野党绝对要顶住压力，该军购、该编列的，我们绝对是赞成提升国防的这个自主，但是不该编列在特别预算当中呢，就回归到一般的公务预算当中，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让立法院尽到它监督的功能。最后我要讲的是，其实昨天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件事非常非常可惜，就在这个玩一些文字游戏，第1条。里面在讲说要厚植国防的实力，还是要厚植国防的产业？厚植国防的实力不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吗？但是顾立雄部长还在一直讲说，我们希望文字是厚植国防产业，所以你们现在在厚植的是哪一些产业？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产业，过去卖电锅的啦，卖炸药的啦，这些东西都已经开始转型要去当这个兵工厂了。那你为什么处心积虑要把厚植国防产业这几个字置入在条文当中？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来检视。不过实力就包括产业嘛。是啊，老沈，我觉得军火是一件金额非常大，但是观念非常笼统的事情。刚刚吴峥讲了一大堆，我还是没办法说服我。你说3800亿不够，你说8000亿也不够，要1.25兆，完全不打折扣才够。那我是可以反过来讲，那你何以知道1.25兆就够呢？那为什么不是1.5兆呢？为什么不是1.8兆呢？因为这两岸如果真的打起来啊，是怎么个打法？可大可小，大到你1.25兆都没够配得啊，你知不知道？所以你看，我们就讲一个具体的，讲那个无人机好了。那这个里头无人机是要20万架嘛，20万架，昨天变30万架，变30万，好，30万架啊，你和30万架够吗？30万架你看已经很多了，但是如果你看中国每年产无人机的量是100万架，这个是要怎么个打法？我们真的是几十万架才够。我觉得我最不满意各国民党团的做法，或是国民党党中央跟党团一起的做法跟想法，因为国民党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反对大概集中在2个事情，说，过去我们都答应了，钱也给了，但东西没有到，
还有呢，现在傅昆萁讲说，不要说卖茶叶蛋的、卖化妆品的，也都可以卖军火。这个2个，我跟你讲，我们的小牛在这里，小牛是党团的领导人，这种讲法都是旁枝末节啊。就是说谁该卖谁不该卖，旁枝末节嘛。还有你钱给了，东西没有到，这个已经到了真的尾端的计较的问题。我觉得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尤其是自从这个赖清德去出访非洲不行以后啊，我觉得国民党更凸显一个作为一个党，你是面目模糊啊，这个论述矛盾啊，这怎么做？你要抗中，你当然输他；你要亲中，你要亲美，没有一样你的得分可以赢过民进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所以你是说，抗中不如民进党抗中，亲美也不如民进党亲美，是这样。这没有一样是赢过民进党的。所以本来你看那一天总统府开的那个国安3长，就潘文安啊，这个吴钊燮，不是吴钊燮，还有一个吴定中。那个次长，外交次长，3个人愁眉苦脸啊。也许那个时候，当然是觉得挫折感很大，当然不高兴。但是我觉得柯 P 是对的，我很少赞美柯 P， 你知道。但是柯 P 这次讲了一句话是对，他说，说不定他们心里头只要心念一转，就是说，赞，这没败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失威信，有失政府的，但是一个小人告诉嘿，你看他马上第2天就开始大骂北京，大骂国民党，大骂郑丽文，通通骂。而且呢，还不止这样马上在立法院有党团马上开始联署，那联署呢全部一体没有异议通过，国民党党团成员没有一个人不敢联署，因为这个不联署那不得了，将来敢不联署了，没有一个敢不联署，没有一个人敢不联署，因为你不联署，将来万一出事情的话，你没办法交代，你卖台了，你真的卖台。但是我觉得国民党，我这里劝告小牛啦，国民党你就是一个没有主流价值、没有中心思想的政党，所以老百姓他不会给你啊。我觉得你现在能够跟民进党有所区隔的，你就是你的中心思想，你的最高领导原则就是我坚决反战，和平啊，我坚持和平，坚决反战。所以你其他的做法、想法，包括军购在内，你就要在这个很重大的指导原则之下去想出来。你既然你们的党主席去大陆讲做两岸和平，但是呢是基于共同政治基础，是9·2共识反对台独，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的。但是郑主席回来以后，没有一个，包括我们主持人说，他的讲法没有违背一中各表，我觉得是违背的啦。那你要想想看，我跟你讲，国民党你要怎么做？你以为没有空间了吗？有，我告诉你，你就反战和平，在主权有缺陷的情况之下，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前10名的模范国家。老沈，当他在宣示他的立场主权，我们当然就被打压了嘛。这必然你要争第1名，那我要争第1名，我不变第2名了吗？再回来。